香车怪好看的，马车里的是谁啊？这是玉楼夫人的香车啊！是那个传说中的玉楼夫人吗？啊，额头上有牡丹花钿的那个。武山国苏轼，命格极好，天生的尊贵人。哎呀，难怪两位将军亲自出城迎接呢。果真是个美人啊，真漂亮。世人模仿阿姐，却不及阿姐的1/1000。太多人相信命运，可有几人明白，这世上从无唾手可得之事。就算上天赠予，也需自己努力。我今日之所得，并非轻易而来。世人愚昧，妄图添个花钿，便得到阿姐的牡丹气运，却不知天命难改。阿姐自幼背负武山国苏氏命脉，又得名师大儒的指点，眼界非凡，岂是其他俗女子可比的？也不能这么讲。此行若是拆不散乔薇联盟，那在你姐夫眼里，我与这些俗女也无异。玉楼夫人，一别多年，你时为好了。你还记得吗？当年我与你还有伯公，我们常在这庭院中玩耍，无忧无虑。如今一别多年，这庭院也破败不堪，但置身其中，一切都好似昨日。是啊，的确恍如昨日。我虽然出身武山国，但幼年最快乐的时光却是同你们一块度过的。如今重回魏国，倒像是回到家乡般亲切。这魏国的确算得上是玉楼夫人的第二故乡。那日我入府，得知外姑祖母身体康健，家中一应事务条理分明，皆是魏侯夫人的功劳。乔氏温顺体贴，蕙质兰心，可谓付出良多。是啊，她的确辛苦。何止是辛苦，而我更是心疼。我听闻妹妹很受家中疼爱，一应事务从不操心。如今来了魏家，却要如此操劳。仲林，我有心相劝。妹妹料理魏家事务已属不易，而乔家与魏家恩怨纠葛，政事纷杂，就不必让她操心了。我这几日一直在想，这个玉楼夫人这么多年从未登过门，为什么现在忽然来了？女君可否说得再清楚些？她此次前来是带着粮食来的，想必是有备而来。可是我已经找伯父要了种子，若是这个时候南军收了他的粮食，那燕州的脸面往哪儿放？我知荣郡旱灾，燕州欲送麦种来援，应是妹妹欲缓和两家关系，但难保乔家人会心存歹念。我此番来，不仅是为帮外姑祖母过寿，亦是为帮危国分忧。我特意带了粮食前来，可帮荣郡赈济旱灾。这批粮食既非武山国所有，也非出自边州，只是我个人的心意，为侯莫有压力。一旦燕州和魏国联手在荣郡通衢，那必然会对边州形成包围之势。他们怎么可能就这么坐着不管？所以这个陈翔才让玉楼夫人前来当说客，为的就是不让魏国在荣郡通衢。修许乃魏国正室，如今玉楼夫人是为边州的女婿，你我二人之间不方便谈议政事。这粮食我不能收，荣郡旱灾，各郡已经出手相助。更何况，乔魏既然联盟，我就不能背信弃义。是我思虑不周了。我就先走了。仲林，
魏良，哎，就拿着这个胡妹子的东西羞辱我，还笑？女君，那玉楼夫人跟南君，那可是义故亲呐。那又怎么了？那又怎么了？那，哎，咱们前脚送走一个证书，后脚又来个玉楼夫人，那女君这日子怎么过呀？若是每天琢磨这些有用没用的旧情，那这日子才是真没法过了。反正我听说那玉楼夫人约南君相见了，咱也不知道这旧情人重逢是什么场景。当年伯公走后，我别嫁他国。如今你可还在气我？彼时我也年幼，此事并非我所愿，我也是被迫。过去的事就不必再提了。现如今，唯愿玉楼夫人万福不尽。南君，南君，原来你喜欢这东西啊？那回头带你去街上多买几个样式。南君每天日理万机的，哪能劳烦南君操心我的事儿？还有，从小到大最讨厌的就是这种花里胡哨的东西。给南君更衣。啊，不必了，你们下去吧。是。这白给的粮食，魏侯竟然不收。他是碍于我边州女君的身份，要刻意与我疏远。边州乔祖为太夫人贺寿，特送来麦种。既然魏侯记得阿姐的身份，那阿姐，往后你该如何施展手段？我若不好施展，那乔女是仇家之女，她就更不好施展。魏侯念旧，也记仇。当年我与魏家一亲，若不是乔祖背信弃义，魏家突遭家变，伯公他苏家也不会再将我改嫁边州。这仇我都没忘，魏侯更不能忘。既然如此，阿姐，往后我们该如何？既然通衢是为了麦种，魏侯拒绝我的粮食也是为了麦种。那这麦种若是出了事，别忘了，我们还有一步暗棋。
那就有劳魏使君了。啊，先生不必客气，我该替荣郡的百姓感谢燕州支援麦种才是。应该的，应该的。使君，麦种已称重完毕，请使君过目。定要严加看管。是。